在我们安大略省大多伦多地区，要说哪种小动物对花园的破坏最厉害，还非兔子莫属。去年早春的时候，我把前院的一棵大树砍掉了，然后完了建了一个小花坛，栽了一些据说是兔子不喜欢的植物，比如说 Russian sage， 还有 lavender， 还有月季，长刺的月季之类的。但是完了之后，今年早春的时候，这些所有的植物都被兔子咬得七零八落，包括那个洋水仙，据说那洋水仙气味很不好闻的，很不招小动物喜欢的，也是被它咬得一塌糊涂。那几天我就绞尽脑汁琢磨怎么对付这可恶的兔子。我先是放了一些樟脑丸在里头，希望通过那个气味把它给赶走。那个樟脑丸其实对松鼠还是有点用的，但是对饥饿的兔子没什么用然后最后我实在搞得没办法了，后来就把那个前院新开的那个花坛给围起来了，买了一些fence 吧，就是那种可移动的 fence，花了400多块钱围了一下。fence 其实也挺好看的，但是 fence 也有它的缺点我等会会说。当时这 fence 就是最后还是解决了这个兔子的问题，之后就再也没有出过那个月季或者说那个 Russian sage 给咬的到处都是的那个状况。这是兔子，然后完了最后一个是最难对付的，就是浣熊。浣熊的特点它是能爬高，力气特别大，所以你那个后院的 fence 门没有关好的话只是虚掩在那里，那个松鼠和兔子可能推不动，但是浣熊它是会推得动的，或者你的垃圾盖子没有盖好的话，那个浣熊它是能够打开的。所以的话一定要坚壁清野，一定要把该关好的门关好，把该盖好的盖子都盖好，这样子能最大程度的让浣熊觉得这儿无机可乘，从而走开，不来烦你。然后浣熊我是其实是没有见到它，我觉得它们是应该是半夜才出来活动的，白天有的时候看它地上有的时候有一些 dropping， 研究了一下，发现那个既不是那个邻居家的狗，也不是什么其他小动物的，应该就是浣熊的那些 dropping。在那个院子的周围，但是这个是没办法，它半夜起来，我也不可能半夜起来弄它。然后这个浣熊它也是防不胜防的，因为它能爬高嘛，而且它力气又大。好处是它好像是也就是在那里倒下乱，给你搞一些清洁卫生方面的问题。它对那些花花草草，看样子好像兴趣还不是很大。然后刚才提到那个对付小动物，我用的几个方法，一个是那个最有效的是那个活动的那个 fence， 第二个就是那个樟脑丸嘛，然后有其他几个可能在网上搜索都能搜索到的一些方法，我就考虑过。也有的也试过，但是就是觉得一个效果不好，或者是有其他的问题，就不是说特别推荐，但是就是也提一下吧。比如说第一个是有人说是氨水和那个噪音可能会有用，但是那个氨水的话，大家都知道那个味道是太强烈了，那个不但是说把小动物熏走了，把人都熏走了。那这个前院后院搞得这么臭，怎么让人去欣赏嘛，去 enjoy 嘛，对吧？这个我是当时看了一下，我就是根本也没有想去试。然后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可能也是有用的，但是对人的影响太大了，就是说噪音。好像是有那种太阳能的那些噪音的机关，小动物一过来，它就发出那个很强烈的噪音。那个我相信是有用的，但是那个就是对邻居也好，自己家里的那个人也好，就是干扰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我觉得是对那些后院特别大的那些房主来说呢，可能是有用，因为如果后院特别大，就是说距离你这个房子有30-40米、40-50米，甚至可以撒那个氨水，那个气味也不会飘过来嘛，那个噪音也不会影响到你。而且那种房子的话，一般跟邻居相隔的也比较远，应该邻居也是不会有意见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有一些太阳能的灯。
那个一闪一闪的那种灯哈，白天是充电的，到了晚上它会一闪一闪的。那个我也买了几只，我觉得是有一定效果的，因为看到过，就是好几次就晚上那个灯闪一闪的时候，至少那个小松鼠吧，它会避开那个灯。但是那个灯的话，它有它的局限性，因为那种灯的设计只是做在前面有2个眼睛那样子，它模仿那个猫头鹰的眼睛嘛。但是你说松鼠也好，其他小动物也好，它是在一个3D 的空间活动的。那个灯的上面、后面、左面、右面灯光都是不能覆盖到的。那个动物它也不蠢呀，它就是避开那个前面那个灯光就行了嘛，就从旁边绕过去，对吧？或者是松鼠甚至是从上面跳过去就可以了。我觉得设计这种灯的制造商倒是可以考虑那种 disco 那种舞厅的那种灯球。在80、90年代那个disco 舞厅是很盛行的，它是不断的转的，然后是3D 的，都是可以上3D 的一个空间全部发射这个光。这个的话我觉得可能就会有效，而且如果市面上有这种卖的话，我肯定会再试一试的。我觉得那个至少对松鼠对小的动物来讲，那个灯光还是有威慑的作用的。然后完了，我刚才讲到樟脑丸，樟脑丸也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樟脑丸它的问题是在北美已经绝迹了，是买不到的。我是让家里人回国的时候给我带的，每次带一大包，而且樟脑丸它一般你撒到地里的话，需要一定的密度，它过1、2个月它那个就会消失掉，然后你要补，然后一大包樟脑丸一般1年用下来也就都用完了。如果是就是说不断的用的话这个是这个的局限性。但是确实我撒了樟脑丸之后，就发现那个松鼠的或者兔子的那个出现的那个几率就小很多。然后第4个，网络上有的人很多人推荐的，我也试着想用过，但是后来觉得还是应该是没什么太大作用的，就是辣椒水。然后其他的有的人说到的说是那个蒜粉啊之类的，我觉得也是同类吧，主要是用那个气味或者是那个味道来驱赶小动物。辣椒水我都买了1瓶了，但是后来没有用。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后来想到我前院栽的那个 Russian Sage 和那个 Lavender 都是其实气味是非常强烈的那个。但是那个兔子它饿极了，它是根本不管你什么气味，它就是会去咬的。然后它也不长记性，对吧？就是说如果它第一次咬了，你让它咬一次，让它长记性，它觉得这东西不好吃，下次不咬不就行了吗？但是它不长记性，它还会不断的咬。那辣椒水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嘛，你如果是把那个植物喷上了，它第一次咬觉得就说这个辣嘴巴不好吃，但是它不长记性呀，它下次接来还是会接着咬，它咬了无非是觉得不好吃就把它吐掉，对它来说它没有损失什么，它然后完了会一次次过来咬，然后你在那就跳脚也没有用。我觉得就说真正对付兔子有效的还是那种 fence， 就说那种物理的屏障是比较有效。但是用了这种活动的 fence，花坛的设计就很受到限制了。我原来是想在花坛的旁边种一些比较低矮的植物，然后在中间种一些比较高的植物，这样形成一个层次。现在那些低矮的植物在旁边全部都是给 fence 挡住了。总结一下吧，就是说我们搞园艺其实也是在大自然当中创建一个小小的属于我们的天地，但是总归离不开大自然的。所以的话，小动物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们也只能是跟他们要么达成和解，要么就是说像 raccoon 那样子的，像浣熊那样子的，我们拿它没办法的，它们只能进入一个长期防备的状态。那这个也是园艺的一个部分。至少吧，我们这儿有个优点，就是说至少没有鼹鼠啊、田鼠，那个的话它是能在地下打洞的，那个是真是防不胜防。那些动物据我的研究好像是在南方比较多，南方的同学们，我觉得真是看你们的一些视频还是让我觉得挺同情的。我们只需要对付地面上的小动物，就地面下的小动物的话，可能我们这儿是太冷了，冬天太冷太长，那地下的小动物就生存不了。
这也是就是寒冷地带的一个小小的优点吧。好的，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谢谢，拜拜。